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浮生物语暂定5月2日开机，陈哲远、王楚然主演，东方奇幻爆款预定。我刚刚刷到一条消息，直接给我整的从床上弹起来了。就那个传说中写了10几年，卖了不知道多少万册的浮生物语，它终于真的要拍了。而且你们绝对猜不到是谁演那对活宝，陈哲远和王楚然。一个要演那个脾气火爆的东海龙太子敖赤，一个要演开甜品店的毒蛇树妖老板娘沙罗。光想想他俩在不停店里互对的那个场面，我就已经开始笑了。一个冷着脸算钱，一个在旁边跳脚，这画面感也太强了吧！不得不说，这选角有点东西。说到这个浮生物语的小说，那可是我学生时代的睡前读物白月光啊！那时候偷偷在被窝里看一个个妖怪的故事，看得我又哭又笑的。沙罗双树这个作者是真厉害，一套书能卖那么多，听说好几百万册呢。豆瓣上分数也一直挺高。现在的小孩可能不知道，但在我们这批90后心里，他绝对占了个位置。所以一听要影视化，我这心情吧，又怕又期待，怕毁经典，但又忍不住想知道那些活在纸上的妖怪到底会被拍成啥样。不过这次阵容一出来，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一半。为啥呢？你看王楚然那张脸，往古装剧里一站，是不是就有那种我活了上千年什么没见过的淡定和疏离感？他演沙罗，外形上是真的贴。沙罗不就是表面看着高冷，说话能噎死人，还特别爱钱，但心底里比谁都软乎吗？王楚然之前的角色，像《清平乐》里的张碧涵，那种娇艳又带着执拗的劲儿，我觉得他能拿捏住沙罗那种复杂的味道，不是那种傻白甜，是有阅历有故事的妖。但让我惊讶的其实是陈哲远，我对他印象还停留在一些比较清爽、少年感的角色里，结果转头他要演敖赤，那个一点就着、霸道又傲娇，唯独在沙罗面前秒变忠犬的龙子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但我仔细一想，好像又不是完全没可能。我记得看过他的采访，说为了演好小鱼儿，他把原著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，自己写的人物小传厚厚一摞。这是个肯下笨功夫的演员，而且他好像还能为了角色忽胖忽瘦，这毅力也不是一般人。所以让他去琢磨一条龙的脾气，说不定真能给我们惊喜。西装变古装，少年变龙王，这个转型路子够野。导演找的是易军，拍过《媚者无疆》的那位。我看过那部剧，镜头感和氛围营造确实有一手，感情戏拍的戏不咋呼，这点挺重要的。因为《浮生物语》里不光是沙罗和敖赤打打闹闹的爱情，更多是一个个妖怪客人带来的小故事，那些故事里藏的遗憾、温暖和救赎，需要很细腻的手法才能拍出味道，不然就浪费了。要是拍成那种只有特效砰砰响的玄幻剧，那就真没劲了。还有造型，居然是易小雅。苍兰诀的妆造有多出圈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月尊的那些战袍，小兰花的飘逸裙子，当时多少人截图当壁纸。这次他来负责《浮生物语》里神仙妖怪们的穿衣打扮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树妖老板娘穿什么？龙太子打架的时候战甲帅不帅？那些猫妖、狐妖、花妖们，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美学风格？光是想想就觉得眼睛要想服了。据说这次是爱奇艺的 S+ 项目，叫啥真起硬化 MAX 在做，听着就很贵的样子，特效和场景应该不会5毛。对了，这据说是5月2号就在横店开机了，掐指一算也没几天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有各种路透流出来，
陈哲远的龙角造型，王楚然的束腰绿裙子，我猜的，估计很快就会霸屏热搜。拍摄周期说是3个月，那也挺紧凑的。一共30集，采用的是主线加单元剧的模式。主线就是沙罗和敖智怎么从冤家变成离不开彼此的眷侣。单元剧就是一个一个的妖怪客人来店里喝茶讲故事，这种结构挺好的，不容易看腻，就像剥洋葱，一层一层看到不同的内核。我特别喜欢原著里那种设定，一个看似普通的甜品店不停，其实是连接人间和妖界的驿站。一杯浮生茶，换一个故事，每个故事都像是人生的一个切片，有爱情的求不得，有友情的背叛与原谅，有执念，也有放下。他披着奇幻的外衣，讲的却是最普通的人情冷暖。所以我说它不只是仙侠剧，更像是个古风奇幻版的深夜食堂。忙碌了一天，看看剧，跟着一个故事哭一哭笑一笑，挺解压的。现在所有的筹备好像都差不多了，就等开机。书粉们的心情估计跟我一样复杂，既希望它大爆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，又怕它改得面目全非。剧粉呢，可能冲着颜值和 CP 感就先蹲下了。陈哲远和王楚然这两人站一起的养眼程度是毋庸置疑的，只要演技在线，化学反应足，光是颜值就能撑起一片天。再加上这么强的幕后班底拖着，怎么看都是爆款的胚子。但我其实有个担心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种大 IP 改编，最难的就是平衡还原度和戏剧性。书粉觉得经典的台词、名场面必须要有，但完全照搬小说节奏，可能普通观众会觉得闷。怎么把那些文字里的想象，比如千年树妖的灵韵、龙族腾云驾雾的气势，还有各种光怪陆离的妖怪世界，用实实在在的画面表现出来，还不让人觉得尴尬？这对特效和审美是巨大的考验。再说了，千年恋情这种设定，搞不好就容易显得油腻或者套路。怎么演出新鲜感和宿命感，而不是工业糖精？这对编剧和演员都是难题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，原著里的故事跨越了很多朝代，唐朝的、宋朝的、民国的。剧里会怎么体现这种时间流逝感呢？是单纯换衣服背景，还是会在叙事和质感上做出区别？如果每个单元都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美学风格，那这剧的层次就立刻丰富了。但如果处理不好，就会显得杂乱。这些细节往往才是决定一部剧是精品还是流水线产品的关键。反正吧，锅已经支上了，食材、IP、演员、班底看起来都是顶好的。现在就等厨师主创团队开火翻炒了。最终炒出来的是一盘米其林大餐，还是一盘样子好看但味道普通的网红菜，就得等成品出来了。5月2号开机之后的路透、剧照、预告片都会一点点揭开它的面纱。作为从小说时期就关注它的老读者，我肯定是会死死盯住的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觉得像《浮生物语》这样拥有大量忠实书粉的 IP， 影视化成功的首要因素到底是什么？是100%还原原著情节，还是大胆创新改编出更适合影视的节奏？演员贴合度和顶级制作，哪个更能让你们对改编剧产生信心？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的想法。